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呢，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部 Sony 嘅 Xperia XZ 咁啊30日之後嘅用後感。部機對我嚟講呢，整體感覺係良好嘅。咁首先速度都夠快啦，另外影相拍片都算係靚嘅。另外手握嘅感覺亦都係唔錯，由於佢唔係一啲超大嘅手機，5.2寸螢幕，所以揸落係比較就手，而個手指基本上都去得盡晒個 mon 嘅兩邊嘅，所以操控性唔錯嘅。而呢個雖然係1080p 嘅 mon，但係呢個畫質係算幾靚嘅，而且界面嚟講，今代算係好暢順。跟住指紋解鎖呢，亦都係好高速嘅。雖然大家見到指紋解鎖器好似好細個，但係個反應靈敏度都好好。大家可以望一望啦。我手指一撳落去嘅時候，就立即解咗鎖。咁差唔多係需時係零咁滯嘅。咁我錄咗幾隻手指內啦，所以我嘅手指基本上一撳落去開機呢，就已經開到啦。唔需要煩。咁再講一講佢嘅雙喇叭設計啦。咁佢嘅雙喇叭設計呢係左右平衡嘅。咁同其他嘅雙喇叭設計，譬如講緊 iPhone 7啦，又或者華為 P9 Plus 啦，甚至乎講緊 HTC 10啦，佢哋喇叭呢都係一邊大聲一邊細聲嘅。咁但係 Sony 嘅設計係兩邊一樣咁大聲。咁個好處就係兩邊一樣大聲嘅話呢，就個立體聲係比較平衡一啲嘅。咁喺其他我啱啱提嗰3款機嘅立體聲喇叭，左右聲道係有啲唔平衡。咁啊，左手邊叫補下聲咁解。咁但係同樣啦，有唔好處啊。唔好處就係兩邊喇叭都相對上比較弱，所以聲量上面都比較弱一啲嘅。咁另外大家可能會關心到嘅鈴聲音量呢，其實呢部機都係比較弱嘅。另外通話上面嘅音量或者係質素呢，佢都係比較弱嘅。咁當然啦，唔係話去到好差嗰啲，但係相對其他比較通話或者鈴聲大聲嗰啲機嚟講係弱啲嘅。跟住我哋講一講拍片方面咯。咁啊，呢部機賣點之一呢，就係5軸防震啦，但係好可惜呢。呢部機呢係缺少咗呢個手動拍片嘅功能嘅。咁佢可以調校嘅選項係比較少嘅，只係得顏色嘅色調同埋光暗。但係呢個設定呢，只係可以喺拍攝之前預先設定嘅，所以實際上意義並不大嘅。咁另外講下影相方面啦，影相方面呢，分咗佢嘅智能嘅自動模式啦。另外有佢手動模式啦，但係喺佢嘅智能自動模式入邊呢，我發現影出嚟效果比較差啲嘅。咁係去到手動模式呢，效果就會好返啲。咁啊，手動模式大部分嘅設定都係齊嘅，除咗個 ISO 值係唔可以直接喺呢個界面上面調校，要喺入邊選項校，咁啊比較麻煩一啲。咁另外所有嘢都齊㗎啦。咁講一講個影像質素啦，譬如2000萬像素咁樣先算啦。2000萬像素喺比較光嘅地方呢，的確係清晰好多嘅。但係去到暗嘅地方呢，2000萬像素呢，其實個效果就比較差啦。咁喺呢個時候呢，其實可以降翻低去翻800萬像素。咁個800萬像素入邊呢，喺低光嗰陣時表現都算唔錯嘅。另外唔可以唔提嘅就係嗰個 IR 嘅 RGB sensor， 咁佢喺日間上面呢，去判別呢個白平衡啊或者色調呢，都係效果好準確嘅。但係當去到夜晚嘅時候，尤其是喺街燈之下呢，咁就會經常出現錯誤啦。咁譬如偏黃啦，仲要黃得比較犀利嘅。咁呢樣我一定要提一提。就算可能有啲 Sony fans 唔喜歡啊，要 dislike 我啊，甚至 unsubscribe 我呢，我都需要講呢一樣嘢，因為我自己試咁多電話啊，有埋單反啊，有埋 DC 仔喺同一個場景拍呢，係唔會咁黃嘅，所以呢度我要特別講低。
咁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嗰啲比較片啦，尤其是喺巴士站嗰度啦。咁係好明顯 Sony 部 XZ 咧喺入邊係太黃嘅。咁正常色調應該係橙橙地色咁嘅。咁呢部 XZ 咧嘅相機強項咧係喺日頭高像素嘅時候，嗱啱啱相機 app 彈咗 app 啊，咁啊都試過嘅，唔係好頻密，但係有嘅，主要係過熱嘅問題。咁有啲外國測試就話冇乜問題啦，因為外國凍啊嘛。咁我哋亞洲地區天氣熱啦，加上有陣時太陽曬住呢，係好容易出事嘅。嗱，咁當然啦，我其實又好欣賞 XZ 呢個相機個拍片嗰度啊，可以有 H.265 嘅格式。咁 H.265 呢，其實就比 H.264 更加先進，個 file size 會更加細啲嘅。嗱，咁我依家就講一講呢個網速嘅問題啊。呢部機嘅網速呢，其實我都覺得好滿意嘅。咁我就試過用呢部機插唔同台嘅 SIM 卡啦，有中移動啊、CSL 啊、SmartTone 啊、3HK 啊，呢4台都試過晒嘅。咁基本上測試出嚟嘅速度都尚算滿意。咁啊，喺一般比較慢嘅時候，其實速度都去到10零 Mbps 嘅。咁快少少都有60幾 Mbps 啊，大家睇到啦，100幾 Mbps 都有啊，而且唔係好罕有嘅，間唔時都會出現。咁下面你仲會見到有啲80幾 Mbps啊咁樣，咁所以速度上呢，呢部機算係唔錯嘅。咁呢，有人就會問一個問題啦，呢部機打機熱唔熱嘅呢？咁我就可以講俾你聽呢，打機嘅時候係有少少熱嘅，但係同上年用 S810 或者 S808 嘅 CPU 比呢，佢係涼好多嘅。咁當然啦，同其他 S820 嘅機嚟比呢，佢係稍熱少少嘅。咁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嗰段片啊，跑分測試嗰度，4部機嚟鬥呢，佢喺 Android 機之中算係熱的咁多。個原因亦都好簡單啫，因為機身比較細，所以散熱空間係比較差少少嘅。呢個係先天不足嘅問題，咁啊一定係噶啦。最後呢，去總結一下呢部機啦。咁呢部機其實喺外觀上呢，大家見到其實都算靚嘅。喺其他 Android 嘅牌子之中呢， Sony 嘅設計一般嚟講都比較靚嘅，尤其是佢比較方正嘅設計啦。另外上下都留咗條邊，當你部機打橫嘅時候呢，左右就變得好平衡啦。而兩個喇叭呢，亦都係做得好平衡嘅，咁望落係有一個好完美、好和諧嘅觀感。咁當然啦，呢個亦都造成一個缺點，個缺點就係令到個喇叭音量比其他嘅機差少少。另外喺鈴聲音量同埋通話上面都比其他旗艦機遜色少少嘅。至於喺相機方面，日拍基本上係冇對手噶啦。但係去到夜拍同埋室內呢，基本上有其他機都可以影得比佢好嘅，而且經常要手動校翻去800萬像素呢，並唔係咁方便使用，所以相機嗰度並唔係無敵嘅。加上夜晚嘅白平衡同埋夜晚嘅防手震都出現咗一啲失誤喺當中，咁所以我稱呢部相機為日拍之王，但係夜拍呢就一般啦。咁詳情可以參考翻我之前嘅影片測試啦，另外仲有手動拍攝嘅教學。咁另外仲有嘅優點包括有唔錯嘅音色啦，包括你用藍牙或者有線耳機嘅時候， Sony 呢都有一啲設定去優化你嘅聽歌體驗嘅，呢個係值得一讚。加上有電池嘅保養模式，咁可以令到你充電嘅時候電池唔會過熱，唔會過充，咁變相就係你部機可以電池襟用啲嘅。最後防水功能同埋容易掹嘅 SIM 卡槽，亦都為部機加咗啲分嘅。除咗喺呢個相機有機會過熱彈 App 之外呢，整體上成個系統都非常之穩定。基本上我都未試過有其他輕機或者其他有問題嘅情況啦，呢度係值得一讚嘅。咁呢，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去揀呢部機啦。
咁最後呢，我有啲影片係撳落去可以跳播嘅，咁啊大家可以周圍睇睇咁樣嘅，咁啊多謝大家嘅收睇。